谁懂啊，家人们，都2026年了，我一个在大城市摸爬滚打，心肠早就磨得跟石头一样的成年人，居然被一只日本小猴子给整破防了。就是他，千叶县市川市动物植物园的顶流 Punch， 你可能已经在 Twitter 或者 TikTok 上刷到过他了。一个小不点儿，每天拖着比自己还大的宜家红毛猩猩玩偶，在猴山里跌跌撞撞。刚开始我以为就是个萌宠视频，看完就想划走的那种。好家伙，结果直接看到了大半夜。要睡觉，快睡觉，别刷了，别刷，别刷，别刷。Punch 的故事简直就是感人又燃到爆的励志片。我必须把它分享出来，希望你也能从这个小家伙身上捞到一点治愈，攒到一点勇气。Punch 是去年7月出生的，刚生下来也就1斤左右，巴掌那么大点儿。本来应该在妈妈怀里喝奶撒娇，但猴妈妈产后虚弱，自己也差点没命了。再加上各种复杂的原因，最后只能把咱们的小Punch遗弃了。在猕猴的世界里，遗弃基本等于死亡。刚出生的小猴子必须紧紧抓住妈妈的毛发，才能练习筋骨，建立安全感。子猿っていうのは生まれたらお母さんに抱きつくっていう習性があるので、その抱きつく中で筋力を鍛えたりとか。所以对于刚出生的小Punch来说，没有母亲的照顾，几乎不可能在猴山独自存活。饲养员没办法，只能当起全职奶爸，喂奶保暖全都包了，但是人没有办法24小时黏着它呀。为了给小Punch找个依靠，饲养员试过毛巾，试过各种玩偶。で、何かを掴ませようとは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その中で候補がいくつかあって、タオルをいろんな太さに巻いてみて掴みやすいものを探してみたりとか、いろんなぬいぐるみをちょっと掴ませてみたりしたんですけど、最后发现这只红毛猩猩最对他的胃口，成了他的阿贝贝。饲养员在采访里也提到过，选这个玩偶是有讲究的，因为它的毛够长，好抓手，长得还跟猴子有点像。このぬいぐるみが結構毛が長くて掴むところもいろいろあったので、そう見た目も猿っぽいということで、今後群れに入るために猿っぽい見た目がこのパンチのこの中で今後の群れ入りに役立つかなという印象があったので、このぬいぐるみを選びました。从此，这个宜家爆款玩偶就成了Punch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妈妈。吃饭抱着，睡觉搂着，去哪儿都拖着这个娃娃。对Punch来说，这个玩偶不是玩具，那是他在这个冰冷世界里唯一的安全港湾。他在玩偶身上找那个本该属于妈妈的怀抱。但小Punch不能一直跟人类生活呀。今年1月，动物园做了个大胆的决定，让Punch回猴山跟真猴子们一起生活。好家伙，小Punch的挑战来了！我太难了。一个从小在人类怀里长大，走哪儿都拖着一个巨型玩偶的小家伙，突然被扔进了一个有着50多只猴子、等级森严的原始社会，那画面就像我们突然被丢到了一个外星球一样吓人。猴语说不利索，社交礼仪更是一窍不通。Punch的新生活开展的那叫一个艰难，被排挤、被欺负、被当成外星人，烦死了！前阵子有个视频让全世界的网友们都跟着落泪。Punch 被同伴一顿胖揍，吓得他连滚带爬地冲进玩偶怀里，然后抱着娃娃躲在石头后面瑟瑟发抖。说实话，这一幕真的像极了想要努力在社会上打拼的我们，结果被生活梆梆2拳直接给干飞了。但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戳人的细节，他紧抱玩偶使劲蹭蹭，等情绪稍微稳了下来之后，又一次走向了那群刚才还在霸凌他的同类。这也太勇敢了吧！我在一只小猴子身上看到了什么叫坚韧，他用小小的身体在说，没关系，虽然我很害怕，但我可以再试一次。괜찮아 괜찮아요。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说过，Punch虽然在挨骂，但他身上有一种惊人的韧性，可别光可怜他，咱得为他的努力加油才行。BBC 动物行为专家也讲过，融入一个高等级社会本来就是很慢的，
得一点点来。This monkey's been able to get back into its group. A very hierarchical structure as well, so which can perhaps explain why there's that need to integrate gently and slowly. 但 Punch 没有放弃，他始终用那种笨拙又努力的方式学习与其他的猴子交往。最近的动物园视频里，终于传来了好消息，有一些性格温和的成年猴子终于开始允许 Punch 坐在他们身边了，甚至有人拍到了猴界最高礼遇，有大猴子在帮 Punch 梳理毛发，这在猴子界等同于把 Punch 当成自己人了。有游客还发现 Punch 已经开始敢把玩偶扔在一边，自己跑去跟别的小崽子打闹了，虽然时不时还得跑回去摸一下玩偶，确认妈妈还在。在吃饭的时候，他也还是需要饲养员的抱抱。但这种心理断奶虽然每一步都走得跌跌撞撞的，但可以看出 Punch 真正在勇敢的努力融入中。其实 Punch 不是这家动物园第一个抱玩偶出道的显眼包，早在2008年就有一只叫 Otome 的小母猴，也是被妈妈遗弃，也是人工养大，抱着一只玩偶不撒手。2008年頃に当園で乙女っていう個体がちょっと話題になって、その子もリラックマのぬいぐるみを持って群れに戻った実績があって、その経験を生かして今回ぬいぐるみ持たせてるんですけど。只不过当时 Otome 抱的是青松熊，当时 Otome 也跟 Punch 一样，走哪儿都拖着娃娃。直到2个月后，饲养员发现 Otome 已经不需要玩偶的陪伴了，他已经顺利融入猴群了。再后来 Otome 长大了，还帮着带过另一只被遗弃的小猴子。现在18年过去了， Otome 已经是奶奶辈的猴了。有网友猜啊，现在 Punch 身边那些愿意帮他梳毛的大猴里，会不会就有当年的 Otome 呢？如果是真的，那也太暖了吧。因为 Punch， 好多国家和地区的宜家红毛猩猩玩偶都卖脱销了。日本宜家的社长还亲自送去了33只备用玩偶，生怕它抱坏了没得换。但动物园说，等到 Punch 彻底不需要玩偶的那一天，他们会把它收起来。到那时候，在60多只猴里，你可能就再也认不出哪一只是 Punch 了，因为那时候它已经成功长大，真正融入了猴群。生命本身就是一场不断被推开又在靠近的突围。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低谷，或者正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别急着否定自己，你也可以给自己找一个红毛猩猩陪伴，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蓄能，等电充满了，咱又是一条好猴。如果你也喜欢 Punch， 记得给他点个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